Hello，大家好，又是我阿卫啦。今天为大家带来大邱一日游。这个城市是许多韩剧的拍摄地，充满了历史与人文，而且台湾的机场可以直飞哦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市区的药令博物馆，这就在大邱的韩药一条街上。这里有许多的古迹还有商店连贯在一起，很适合散步逛逛还有旅游。这是吉祥物吗？这个站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它只有4根手指头。很精致的模型还原当年的韩药一条街。这个城门还有一些古迹是还可以看到的哦。哎呦，吓一跳！这些模型做得很逼真诶，展示古时候韩国的整间还有制药的过程。这是在煮药吧？这边则是在过滤跟磨碎药物，大约是1:1的还原，实体看到真的很精致。还有这种3D 全景的互动墙，是真的可以玩的哦，还可以互动哎哦！再一次，啊，没了。其实韩药用的药材跟中药是蛮接近的，韩药也是用汉字去书写的。可以试闻各种药材，很有趣，有很多味道非常熟悉。依老夫观来，最近脾气大是吧？这有换衣服的体验。你这样偷偷摸摸的好奇怪哦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上去。本来是冲着药浴泡脚来的，可惜预约已经满了，要早点来排队啊！韩药一条街可以接到大邱的近代胡同，可以概略的看出现代化的过程。沿途很多建筑很美，又具有历史意义，像这栋庆北书院里面是可以参观的，就有展出3·1运动的相关资讯。其实韩国背景与我们蛮像的，在日本的殖民统治时期，都有一群争取自由与独立的人们。韩国的路边很常见到这种24小时的无人花店，看来韩国男生的浪漫程度是很高的哦。有好多看起来很精致的花束，也不会很贵。花花熊这区都是鲜花好多都已经被买走了。买完花以后就可以自助结账了，难怪他们那么简单就可以耍浪漫。意外发现很推荐的面包以及水果塔店，有来大邱玩的话，推荐要来吃哦。我们吃了4种都很好吃。来都来了，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在大邱爬山吗？如果要直接上山的话，有登山道，可以用爬的爬上去。但我们这次选择从缆车站上去，这就是前山缆车站的售票亭，1楼可以直接买票。缆车站1楼的咖啡厅隐藏在树林里，风景很优美。山上没卖水，要在这里补给一下，补充水分。这是特别厉害的河房。这里还会写下一班缆车要多久以后。等候区居然有超强冷气耶，太狂了吧！里面是很冷的耶，太夸张了吧！缆车的搭乘时间不长，一趟应该不用10分钟吧？是懒得爬山的好选择哦。如果爬山的话，路就在左边。上山以后只有左边、右边2条路，不用担心会迷路哦。
左边那条是去爬山的，听说山顶风景跟观景台差不多，不用爬。右边那一条则是前往前山观景台，是金秘书为何那样的拍摄地哦。那个标志是什么意思？禁止不能煮兔子。没有，他应该是用一个兔子跟你说禁止煮菜。可以拍照，不能丢垃圾，禁止煮兔子。这步道很漂亮，是非常平坦好走的步道，采光好又有风，不会很热。要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是34度的夏天呢。左边是一整排的爱情锁，他们的爱情都生锈了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到了。加油，你就带观众去吧。你说太阳的关系吗？交给你了，我在旁边等你。好的。山上有提供免费 WiFi， 这是要我们好好打卡上传的意思吗？这个兔子油桶是观景台非常有名的装置艺术。其实黄昏是最适合观赏的时间，但只要天气好，我就非常满意了。可以欣赏超过270度的景色，整个大邱市景一览无遗。而且上到观景台的过程非常的优雅，会流汗只是纯粹天气太热了。如果没有要爬山的话，欣赏完风景就可以下山啦。有缆车我才不会用爬的嘞。下山时间注意好时刻表就可以了。班次还蛮密集的，而且等候区都有说下班车多久以后会来。缆车站往下走有韩战时期的纪念馆，我们对于韩战时期的历史比较没有兴趣，就没有进去了。在外面参观这些韩战时真实使用过的军武，展示的军武蛮多种的，路过好像可以来看看。这里就有公车可以搭回到大邱市区了。巨松排骨是在韩药一条街上的名店，店内小小的，建议非用餐时段再来排。最让我讶异的是排骨是去骨好的哦，也可以选择带骨。除了排骨，附赠很多小菜搭配着吃，像是腌萝卜、泡菜、海苔，还有蒜头，还有勾芡蛋花汤。排骨的调味真的很刚好，口感是嫩中带点嚼劲。网络上有人推荐的吃法是直接用紫苏叶，然后包它的腌萝卜，再包一片排骨。刚刚的吃法再包上白饭也很好吃，还可以搭配葱丝、海苔、泡菜做成拌饭，口感很多样，完全不会吃腻。附近很美的徒步区，可以见证大邱历史的演变。很多建筑都被改成了咖啡厅或者是餐厅，但又保有以前的木造结构，可以一窥各个时代的痕迹。文青网美都表示很赞。其中一定要踩点的就是这一间韩屋改建而成的星巴克。咖啡的部分就是星巴克的咖啡啦，但重点是这个环境啊，超级漂亮。叫2杯咖啡来这里放空，坐在窗边欣赏韩式古宅的庭园，我肯定这就是度假的感觉啊。说到大邱逛街，就是东城路商圈啦。东城路商圈有点像是台湾的西门町，集合了各种连锁品牌、百货以及小型游乐园，很适合晚上的时候来吃个饭、逛逛街哦。好了，这次的韩国之旅结束喽。不论是釜山进大邱出，或是反过来，我都很推荐这样玩韩国哦。可以看到釜山的海与艺术，还可以绕去庆州，体验新罗王朝的历史与兴衰，或是饱览大邱的山景与人文。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呢？我们是工程师不写扣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